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新年好！师父新年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收到！万事如意！收到！长命百岁！收到！发大财！收到！转好运！收到！事事吉祥如意！收到！哎，新的一年到了哈，我们都非常开心呐。你们俩开心吗？开心，太开心了！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法轮常转，永驻世界。好，谢谢谢谢。也祝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祝小朋友们聪明智慧，祝老人家寿比南山，祝所有的网友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团团圆圆、平平安安，诸事大吉，万事如意。好，真好哈。也祝菩提事业红红火火，事业有大成就，我们能遍地整个世界，跟在师父的脚步，能普度更多众生。太好了哈，太好了，太好了哈！你说到这儿呢，正好哈，咱们收到了加拿大3级政府给咱们来的新年贺信哈。对，来，觉真说一说。好，我们呢，在这个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呢，收到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先生，还有我们温哥华禅堂所在地的碧溪省的省长尹大卫先生，还有我们禅堂所在地的列治文市的市长马保定先生，给我们菩提禅修机构给师父写的新春贺信，都是恭祝师父，恭祝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哈，新年快乐的。那像这个总理特鲁多先生，我觉得写的还很好啊，跟师父稍微讲一下。好，他说这个农历新年呢，其实是一个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好时候。那兔年呢，新开始、新气象，兔子呢也代表着长寿、和平和好运。那特鲁多先生仅代表加拿大政府和他的家人，向所有的欢庆这个新春佳节的朋友们致以最衷心的祝贺。哦，真好哈。是。哎，我们也祝愿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就是事事吉祥如意，收到，身体健康，收到。哎，对，您为加拿大人民操心哈，我们非常感恩您哈，给你最高的祝福。感恩师父。那今天是大年初一嘛，今天的我们所在的地方哈，哎呀，天气特别的好，哎呀，天清气爽哈，是，对对，朝霞满天呐，早上的时候，那师父呢，就是为我们所有那些幸运的网友们哈，在佛前上了头香，对，是，整个的仪式也特别的庄严隆重，非常的殊胜吉祥，是，对。但是今天可能网友们还看不到那一段小影片，因为刚刚上完头香啊，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花一点时间啊，编辑出来。希望明天能够在直播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殊胜的仪式。对，反正为大家呢上了头香哈。因为技术问题的话，可能明天或者后天能给大家看到哈。好。对，我还得再说一下哈，还得非常感恩这个加拿大。这个碧溪省的省长哈，对，还有我们这个列治文市的市长哈，都是老朋友了哈。对，祝愿这2位这个长者哈，2位我们的政府官员哈，健康长寿，收到；吉祥如意，收到；全家幸福，收到。在这个新年之际哈，我刚才讲到上头香了，为大家上了头香哈，就是我们的香那种感觉哈，现在都觉得回味无穷哈。对，是。闻过之后嘴里头有那种甘甜的感觉。是的，神清气爽的。对，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一块儿介绍哈。好。就是沉香，沉香听说是4大香料之首哈。觉着你还是懂得挺多的，你说一说看。沉香啊，我好像看到，就是说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中就说哈，这个沉香它的药用价值就特别的好，它主要是师父指导我哈，我记得它主要是通窍、通气，那么像对心脏啊、对呼吸系统啊这样畅通哈，就有特别好的作用。心脑血管的这个循环啊，对它的帮助特别大。
上亿有印象吗？师傅好，我是有看到在古希腊这个沉香也有用来入药，主要是对这个胃病，还有一些比如说肺的这个疼痛是有缓解的。哎，这是在国外的古希腊，是古希腊也用它。文明古国哈。对。哎，你看。第一个是对胃病，胃的消化系统啊，还有止痛，还有肺部、肝脏的止痛，还有对肺部哈，也有这个好处，肺部和肝哈都有好处哈。那还有就是这个安神助眠，对，对，让我们的心境平和下来，对，睡得很香甜，很沉稳。对，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师父常给我们讲的，尤其是这几年疫情期间，我们都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辟邪、除瘟，解毒、消炎。对，在中国古人认为的辟邪哈，就一切容易让人得病的这个东西，尤其是瘟疫，就现在正是叫瘟疫时期哈。是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啊，其实若干年之后，就是通常没有几年哈，通常10几年呢、30几年呢，就一个地区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小不同的瘟疫啊，有不同的瘟疫哈，这是时常见到的问题。但是这种整个世界级的统一性的瘟疫呢，这个是比较少见一些，像现在这样的瘟疫啊。那么这个沉香呢，就有避这个瘟疫的这个功效啊，因为它还暗含着它对于杀菌、消炎、解毒啊，对，能够净化这个区域的磁场啊。这个应该从医学乃至到玄学，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等于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沉香好像自古以来哈，你看刚才上一说了，在希腊都有用是吧？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好像都是那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特别喜欢。我看那个书中记载，宋仁宗啊，宋朝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是挺仁慈的哈。宋仁宗他的那个留下来的传记中都有，他还喝沉香水，他喝得起。很懂哎，对，他喝得起啊。对，你像在明朝、宋朝哈，每一年从国外进口或者让国外使臣进贡哈，一年都是要几十斤到几百斤沉香，用于宫廷的各种的就是熏香，就是防疫，是除那个怪的味道啊，辟邪。还有入药啊，还有熏衣服，皇帝上朝了，或者皇后上朝，身上不能带有汗臭味儿，这尤其是夏天哈。你看那个龙袍哈，上头用针缝的金线镶了珠宝，今天放在洗衣机扔就可以了。那个东西你就是有的，你能不能放在洗衣机洗吗？是不行啊。你能随便让太监洗吗？不能。这龙袍哈，一年最多洗一次。那夏天呢，捂出白毛汗来了，那个袍怎么洗啊？是洗的少怎么办呢？晾着它通风，再加熏。对，最多就抖了算了，就是一年洗一次哈。因为不能总洗啊，它绣的东西太多了。对。但是呢，皇帝为了瘟疫得穿呢上朝啊。是。师傅你不能皇上叼根烟，穿个大背心，弄个破蒲扇上去，跟济公似的不行哈。丐帮的了。他一定有威仪。人的威仪啊，主要是靠衣帽、鞋子来把自己撑起来。这个威仪，对，所以这个衣服啊，它因为特别厚重、特别名贵，不好洗。所以叫熏香熏。你像我在看这个欧洲的那些不同宗教哈，对，各大宗教，从天主教、基督教、什么东正教等等的这个各大教派哈，他们这个长老。进行做大法会的时候，前面都会拿个熏香炉，对，还一直冒着浓烟，呼呼这来回铁链的甩，还有人甩出花来，像那九节鞭似的甩啊甩哈，二节棍似的甩啊甩啊甩。对，九节鞭、二节棍是不是就甩灯笼练出来的？有可能啊。那么甩什么呢？就是让这个香啊散发出去，把这些邪气避开。我们的圣人来了。在西藏呢。在西藏，像我的师父出行的时候，或者到一个其他寺庙去访问的时候啊，因为他是
高级的活佛呀，都会有人就拿着熏香哈，对，沿路现在前面就是熏着跑，对，就开路的，对，一切邪气避开，圣人来了，你看东方西方的这个宗教首领哈，来做法会仪式的时候，都是用熏香，对，是这个熏香之中呢，通常不一定都用一种哈，通常就是用4大名香。给大家介绍4大名香哈，这个你应该背过了吧？4大名香：沉香、檀香、麝香、龙涎香。对龙涎香大家不懂哈，龙涎香是一种叫抹香鲸，有一种鲸鱼，巨大的，非常大，叫抹香鲸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抹香鲸，山东话啊。那抹香鲸的它的有的个别的胃里头的一种胃结石，那么有的时候呢，你不是杀精取这个香味而是它自己吐出来了。有的在海里飘着，在海边哈，海边飘着一块像黑沥青一样。但是呢，一摸的话呢，好像像烂肉，一闻特别腥臭。这就是抹香鲸的那个就是龙涎香。那这叫龙呢，说这是龙吧？其实古人的一种描述就是抹香鲸胃结石。但是很奇怪，当进行制作过之后哈，那如果拿出来一点儿，把它用水一稀释了之后，满屋子的清香，就是这样子。它那个香味特别重。对。再就是檀香哈，对，檀香呢以印度老山檀为最为著名。现在我手上戴我早晨戴了一串珠子哈，是印度老山檀的哈。现在我上场呢，这个给我戴了一串这样戴天眼珠哈。那个老山檀的那个香，就是檀香哈，那个为世界第一最好的，也是这个香也不长个儿，光长这个香味儿，那个别说没人做得起家具哈，我是见的用老山檀雕菩萨像，做佛珠，就特别好。那再就是剩下那个边角料，比如说做雕刻剩下的那个不成器的东西怎么办呢？就干脆磨成粉。用机器磨成粉之后制香，这样檀香的烧香就产生了。对，这很贵非常贵，因为这些树哈长得特别慢，这上百年才能拿来取用，对不对？对。所以现在这个经济一放开，很多人认得这个东西了，一看老树全给砍了。像中国人拿去雕佛像、磨珠子，最后现在都买不到了哈。那再就是说。沉香，因为沉香呢，现在分2种，一种呢就是森林里的原始埋在水下的泥土里的那个腐朽的那个旧的那个木头，被虫子和那个水浸泡完剩下的那个部分，就是精油的部分叫做沉香。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它能产生沉香的那个树现在种，现在有人。尤其是有这个中国南部地区的人，还有台湾人，很多人是种这个沉香树新的。那么他们怎么弄呢？他取这个沉香油，像割胶一样，滴出这个精油来之后，卖给医学的这个机构，有制药，制药是特别好，做香水可以。发现做香水还不如卖这个香油精更贵，就是这样哈。但是我说为什么叫沉香呢？它对过去来说是自然倒下去的沉香树埋在地下，经过腐蚀之后剩下的那个边角料那一块儿，所以水没把它泡烂，虫子也不吃它，那一块儿就是剩下的那个沉香，才叫沉香。那这种就是比较高级，它也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出现的这种沉香，那它因为味道不同，所以价格不同。你看，在越南，过去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呢，加里曼丹就是印尼。加里曼丹是个很大的岛哈，对，那都有，欧洲也有，但是靠近亚洲地区的呢，因为亚洲人比较欣赏它，就是通常价格比较被认可，就是像南美洲、世界各地都有，相对比较被认可的就是亚洲的这几个那沉香的这个销售方式稍微好一点的。都是论克来算，一克就是大米粒儿那么大，大米粒儿可能2个大米粒儿就是1克
按这个重量多少钱来卖沉香。那据我所知道呢，我见过一个宝贝哈，就是一个像一个尖角的一个水杯，说是过去清朝宫廷的，要么就是皇帝用过，要么就是慈禧太后用过。哎，那个杯子，它用了呢喝水。为啥呢？药用价值嘛。咱说，比如说帮着安眠，帮着对心脏、心脑血管有特别明确的帮助。是，这是沉香的医疗价值哈。哎，刚才上一页讲到，哎，对这个胃、肠胃有特别有帮助。是，其实李时珍也说过。对。对。还有对呼吸道有好处。对，还有呢，可能对于男性不生不育可能有特别好的帮助。对，补能量。哎，对。所以呢，它呢就是可以把它直接搓成粉末和其他中药混为一体。成为入药，对不对？制成药丸来吃。它也可以呢，把它搓成粉之后，混了其他的燃料，点香烧香，烧出这个香味儿，都能避邪气呀，健康身体呀，促进安神安眠呐，也一样医疗作用。还有一种用途，佩戴。对，真聪明哈。佩戴或者摆放在那里。你有没有听说过沉香扇子啊？有。这是一个大的雕件，是沉香的，太难得了。那是非常宝贵的，就放在那儿。放在你们家这个屋里头，就对你们家就有了刚才说的那些医疗价值和辟邪。满屋飘香啊。对。那么如果你带在身上，雕了一块小沉香木头，或者带了一串这个珠子，沉香念珠，那对你身体同样起到类似的好处。是。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些好处。是这样子的哈。对。所以的话呢，它这个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还有一种使用方法，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种。泡水。就是直接吃。觉得你吃过没有？我给我女儿吃过。你看看。对，她也是师傅从师傅这边请来的一个小，她就是那随行的那样子的。对，那才是真沉香。真的沉香，对。然后有一天呢，那女儿那时候还小，她说：“哎呀，妈妈，我肚子疼。”我说：“没事没事，我给你喝点水。”我就拿小刀刮了一点那个沉香末放到水里，就给她喝了水。完了，过一会儿我也没理她。过了15分钟，我问她肚子还疼吗？谁肚子疼？早都忘了就好了，很快的。是。这个沉香呢，实际上直接拿来可以吃的。但是呢，一般吃不起而已。就是刮点粉，刮点末。是。兑上水来吃。还有呢，削薄薄的一片儿，含在嘴里。含在像那个舌下头，还嚼，算了吧，你多大块嚼呀？含着。所以你净说那些大的事啊，我们是啃，好吧？啃得起吗？小的论克算钱的，比黄金还贵，就是上等的比黄金还贵，是这样的哈。因为啥贵呢？不是乱炒作，它真的很稀有。是这样，它的医疗价值很高。是。对，所以呢，说大家呢，用来敬神佛的时候，尽量别买那种熏的脑门子疼，熏出这个脑神经来。对。就是偏头痛，流鼻血，是和恶心、呕吐、拉肚子。对，这就是其实是并不轻的中毒。对了，不轻的中毒。我当年在西藏呢，他那个有人总是买说那个印度香，结果那个印度香我们也不懂啊，黑乎乎的，总是他们就点来，最后有一段时间我闻不了香了，熏得头疼。他放了很多化学香料嘛，这是熏得真受不了。后来一闻香就难受。就是把我熏出病来了，熏伤了。对，熏伤了。对。所以，因为你在那次敬佛或打坐，你也不能随便离开啊。如果点1个小时，你就被熏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你不是这疼就那痒。这个就是等于轻微中毒。是。都是化学成分。对呀，所以长期要闻的话呢，对身体伤害特别大。对。有可能会伤到这眼睛的视力，是的，听觉，还有肝脏和肾脏，对，嗓子、鼻子就别说了，对，都熏坏了。所以有一个姑娘去参加一个某某道场的一个法会哈，在道场里站了1个小时，出来之后喷血，那个流鼻血，是我也听说了。其实不是她神灵显灵，是她那个香给熏的啊。
对，把鼻黏膜给熏坏了。对，回来还得找师傅给加持给治。对，真是。所以给他喝点沉香水就好了。对，真正的沉香。对，但是现在哈，就是我呢也去收集这个沉香，就不容易买。买在街上99%都是假的。所以我也上过很多当。所以就是警告网友，刚才因为听到师傅讲沉香这么好，还有网友说我们家旁边就有个卖沉香的店，可要小心啊。对，一般来说不可能是真的。可能他们呢哈，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台湾种这个沉香的那个老大爷呢，他说他在云南还是苏州地区啊，有几千亩地哈，全种沉香。他送我几瓶那个沉香油、沉香精油。他那个榨汁之后要的是那个东西哈。他就跟我说呢，还有很多做假沉香的，就到他家买这个沉香精油之后啊，是拿别的木头往里，他就倒一小瓶，煮了10来吨木头，说都是沉香，其实就是别的木头代替，完了之后把这个精油这个放到水里头煮。让那个木头入味，煮的根本就不是沉香木，但是也不太懂的时候闻的，它确实是沉香啊，骗人。所以通常好沉香哈，有一些特征哈，就是看着黑乎乎的时候，你看满身都是精油啊，这些几乎都是煮出来的。还有的好沉香，就是你一闻的熏鼻子，那就是假沉香，低级假沉香。这个沉香呢，就是你细闻就是有一股沉香味儿。对，所以你这么戴在这儿之后，并不熏鼻子。你戴一串珠子坐在这儿熏鼻子的话，几乎100%是假的哈。当然，除非有一种奇迹发生。那是不是奇迹落在你身上不知道？你可以去到鉴定机构鉴定一下。一鉴定的时候，你还准备好手绢擦眼泪哈，肯定会很伤感，肯定很伤感，上当了。做假的人吧，他是把这个木头和香都研究透了。那么有高级作假，还有低级作假。所以做出来这个假沉香啊，特别蒙人，卖的不便宜。那他们在深圳买的6万块钱的沉香串给了我，我说这是假的，那人当场就哭了。师傅，我花6万块钱。我说你干嘛花6万块钱买个假的？他也不知道呀。他说那个老板很富贵的样子，你以为富贵的样子就不骗人呐？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也真的不容易买到真的哈。但是，我们的沉香，对沉香、檀香各种这些法宝哈，那真的都是货真价实。我们花高价钱，对，我们花高价钱，就是直接沉香木的制品哈，都是超级高价钱买来的，并且全部化验过哈。就点燃的那个沉香哈，就是这种立香沉香点燃的，是台湾最好的制香公司，打死他都不敢作假，因为他的信用第一呀。我们就现场说有几大商户到他家去拍卖，谁家出钱多，他就卖给谁，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这样拍卖买来的，所以它是真正的好香，是这样的哈。对，放心的。对，所以为了大家说你敬神敬佛哈，还对身体健康的话，一个是对香有认识，那第二个呢，我们一般的佛具店卖的那个香哈，不能叫假香，应该叫做化学香。叫化学香。那么化学香就可能对人体有伤害，就是对神灵有没有伤害，这我不太清楚。神灵怎么处理这个化学的味道，咱们不知道。但是人类肯定受不了。对。关键是神闻了还是人闻了？人闻了肯定流鼻血、头痛啊。是。就是这样。这个事儿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吧。那师傅还补充一点点哈。你说。我们现在慈悲音上推出一个也是新春的大礼包，扬眉吐气礼包，那就是所有我们这些好香的一个集合体啊。来看一看，这个是金菩提禅香中的这个上品沉香，就是1尺的哈，这个高的这个红盒蓝盒的，还有这个玉品檀香啊。那还有2个这个金属管的是特品的沉香7寸，还有玉品的檀香3.5寸。这个是在我们这几年呢，疫情期间，我们网友，我要是觉得评比的话，肯定网友是觉得我们所有的香是对大家最有帮助的法物，因为真的是帮助大家避邪消灾除瘟疫哈。
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赶到新年的好时节，那师父呢也是给所有的网友们又回馈了哈，又是真的是优惠啊，大礼包啊，也是先到先得，为数不多。188 4支香，已经很便宜了啊，真的是对，感恩师父。好，我们趁这个新春到来之际哈，那么第一天哈，今天是初一啊，那我们呢花一点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大家真诚的念念佛，好吧？好，哎，这样过大年的时候，这个念佛哈，这个效果比平常的效果要多上万倍啊，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会无论我们的属相是属什么的哈，哎，这个都没关系，这个念佛消灾啊，行大运啊，好运就会来了哈。用最真诚的心，大家和我一起呢诵念药师佛心咒20分钟啊。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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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dien타 홍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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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dien타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殿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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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
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地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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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
扎萨摩嘎得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得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好了，诸位，何时感恩？感恩佛菩萨护佑加持，为大家消灾灭难，如意吉祥，逢凶化吉，出入平安，心想事成，阖家幸福，吉祥如意，清净自在。好了，佛菩萨会护佑大家啊！药师佛爱你，药师佛爱我。收到。来师父。这新年之际呢，有很多网友朋友呢，就是说希望让我给他参考一下，就是他的一些对未来的一些打算啊。那我又有一些要求，就是说，那你要把你的这个照片刚拍的照片啊和你的问题要发给我，这样我综合参考之后呢，我会给你一些建议和分析还有看法我呢对于命运和相学呢也算是一个门外汉，只学一点点皮毛。我知道这种知识真是非常广博深奥，那我学的不精但是呢我也希望是说有些问题其实我又想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但是我也有所顾忌直白告诉你，就谁都希望是说你看看我会不会将来成为皇后你看我明天是成了总统和大老板之类的，谁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是但是呢我只能凭着我所知道的这个大概人的命运加形象我只能这样说但是如果说我见人我就开始说你有多么多么好，但是我明知道你这个相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不吉祥，或者是某些年有灾难，那我不告诉你，我就说特别好，哄你开心，你多给我钱，这个大家多好呀，你到时候受伤和死亡碍我什么事儿，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不能骗你我还是希望实话实说那所以呢我说实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让你自己对自己有个了解，或者让家长对孩子有个了解。爱太深总觉得自己孩子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你没看你孩子和别人比赛成绩和各种智力的反应，你爱他一定是最爱，但是他的成绩不一定是最好，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一分为二看待问题自己明明现在不行，但是希望是说师父告诉我一切都是好的，我如果看到好我也会说，但是看到不好呢我还会告诉你我这样交代半天就是说希望我说实话，但是你呢不能为此而烦恼但是目的我还是希望说你将来如果有问题能够得以转变和化解总比你说就好比说你有癌症，我就说没事儿，你健康长寿，你看等癌症一爆发你很快就没了嘛，你还不如说早知你有癌症这个基因很明显，你还不如早做一些方法和准备
这说不定就避开了癌症的要命的这个现象，对不对？至少减轻或者往后推，啊，大家听懂了我的这个意念了哈。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用心良苦，咱们网友就受益了啊。也要希望大家懂哈。要非常感恩师父给网友这个机会，能够在新春的时候收到师父的亲自的这样的指导，能够改变网友的一年，甚至改变他们未来的一生。那这个如果真正改变，网友要自己努力哦。那今天就是成为这个能够收到师父看相指导的第一位幸运者，是我们的 Happy 小网友。那 Happy 的妈妈写信过来说：“尊贵的丁菩提宗师您好，我的女儿好好今年14岁，于6月底参加中考，非常感恩师父赐我一位有善根的孩子。好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个性有点急躁，导致学习成绩波动大。今年6月底参加中考，不知道能否入自己理想的学校。我们也有计划让孩子读完高中去国外接受本科教育，不知道孩子有没有这个缘分。弟子祈请上师开示，感恩尊贵的师父。”那就是这个好好小网友，他慢慢有一点担心，他这个急躁的个性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中考？同时也想请师父指导他未来是否合适在国外读大学。对，他才14岁哈，挺有福气的啊，请师父来看看相。他未来的学业和未来。他男生女生啊？女生。女生哈。对，是。女儿好好。好的。我大概感觉一下哈，他的问题。好的，他的一些个性大概是这样的哈。我感觉首先这个孩子是个聪明的孩子。对，他的智商没有问题，智商是高的。太好了。那么还有他这个，我不具体说到他的五官上的什么东西哈。对。这是我所知道的，真的他的特征特点哈。就是聪明、智慧，运气好。运气也好。运气好。对。他的妈妈问这个孩子能不能出国就读之类的哈。对。我觉得可能出国读会更好啊。哇，适合出国。适合出国。那妈妈赶紧准备钱吧。那就是提醒呢，就是说他最好你在这个孩子在出国前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除了说准备钱财这个费用之外哈，因为在这个读书学费也不低哈，还有生活费用也挺高的哈。对，这些费用你要准备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有一个准备，是这个孩子的英文的基础，对，语言基础。所以如果能够上到那种国际学校的话，就在国内哈，上国际学校，就是他这个国际学校差不多都是主抓英文嘛哈。英文教育。对他这个英文授课，英文要补起来。你否则你直接到了外国，老师一开口全是英文，他听不懂，受挫败，那是非常吃力。是的，对，所以要给他放在一个国际学校呢，读高中，没错了，让他把这个语言补起来。最后他学的所有的科目都是用英文教学，他都听得懂，这个才行。所以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哇，师父讲的这个太周到了哈，给他这一步一步的怎么样铺好这个路哈，对，讲得很清楚。因为有些家长呢，他可能就有一个孩子，也没养过别的孩子，这根本没经验，光说出国我给你存钱就行了，就忘了出了国之后他根本听不懂老师讲。所以你提前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铺垫，比存钱还重要。感恩师父的指导。如果你的读书成绩特别高的话，国外有些学校哈会给你资助。给你奖学金，就是说你等于在那白吃白读都可以，学校还喜欢你。是的。如果成绩普通一些的话呢，但是你这要费用哈，你要自己出。是。你要准备费用，
之外，你的孩子要跟得上，对，要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是大概就这样。好的。所以这个家长呢就不用担心孩子的这个智商资质这个没问题。那妈妈一下就放心了。对，那师傅，我替妈妈再问个小疑问啊，她就14岁吧，妈妈说她有的时候这个性格有点急躁这个是问题吗？对，我就没有发现说性格就不急躁的，就性格根本里头一点都不急躁的人几乎不能做事儿的人，这叫没上进心，但是别太急说不说光发火这也不行对，所以这个有一点急躁，其实是上进，他对他一种上进心的一种表现，但是孩子不会隐藏嘛，对，是很正常的妈妈真是放心了对，不用担心。好啊，那我们也祝福好好得到师父的指点之后，好的，学业突飞猛进好，那师父呢？我们要不要送给好好一个小礼物啊？再给他的学业上加把劲，给他今年的运气上也加把劲。好的。好，这个特别漂亮的以南红为主的这个项链真美。让这个孩子戴上的话，我相信会给他又增加美丽还增加好运气收到，都是红的红红火火是，将来有一番成就收到，感恩师父，好，祝福你师父，昨天我们大年除夕的时候，我们抽了那么多奖哎呦，咱网友们可开心了，是吗？对，是特别开心。所以今天我看这个网友人数这么多当然了，都是听师父的这些面相指导，跟师父一起过大年呀，念佛呀，求平安来的。但是呢，其实心中也有第二个愿望，也希望能够被师父抽到吉祥的奖品、吉祥的礼物来获得一年的好运。那今天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方法呀？就是现在咱们听一个这个面相的一个小故事呢，我们就截屏一屏，来给网友抽个奖。好的。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也提醒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写一下你所在的国家这样呢，师父我们彼此也认识一下。不方便的地方就不要写是这样的。那师父，我们来中文平台来截一屏。好吧，3、2、13，划起来了好，3、2、1，停。哇，就是它了。对，那我就把它存下了先存下来等一会儿最后再给奖品是吧？可以，最后再给吧。哇，那太好了。好的，那我就先存了在这截屏了先存着。哎呀，感恩师父。好，师父，那第二个来求教的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全柔，18岁。她呢说，今年的年底我就要参加国际高中文凭的毕业考试了，然后呢就要决定明年去上哪一个大学。那我也想问师父呢，我在大学和未来的工作中，是适合学习从事法律类的工作呢，还是适合经济商业类的工作呢？我自己是对法律更感兴趣，但是我有点担心可能会学不好，因为我的数学和科学的成绩更好，请师父指导。那也请师父看看全柔的面相。长得还不错18岁的小姑娘。18岁。对，18岁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这些骨骼就是应该90%已经长成了，90%还不是完全我的理解大概是应该长到23、24岁，你的面部的骨骼才算发育成熟，才定下来。所以现在是他已经90%已经可以了，所以他的这种聪明度命相感觉也就呈现出来了。好的，这个全柔这个孩子呢，他的聪明度是很够的很够，太好了。咱们简单说，你看那个大脑门多大也是我们的小学霸。而且他因为平时成绩也不错，他很自信。是。他很自信。这个
就是但是呢，一加但是会有一些添加的东西哈，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能量会弱一点。就是聪明度并不代表你的能量的多少和强弱。比如说要够聪明，如果能量还够强的话，就是那么第一个就是健康，对，那么第二个可能事业，第三个是婚姻，第四个子女哈，这都好。对，第五个的话可能是存款啊、房产啊、财富。对的，财富就是综合起来。如果所以这两个东西都很强的话呢，你的这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的生命能量弱一点的话呢，就可能聪明归聪明，但是关键时候就是比如说婚姻呐，我只是比如说哈，婚姻呐，事业要到大起步的时候啊，因为命中有注定是说你是有500两黄金，命中是还有10两白银，这差别太大了还有5个大铜钱哈，所以这个命相它差异很大，是，所以有些他命相就是财富弱的人，他不是不努力，他努力半天钱也没有，就上不去，一会儿就有这种故事哈，到有了钱咣就没了，一有钱咣就没了，存不住，说为啥呢？就好像吃了很多营养，当场就拉肚子就跑了，存不住，一点儿存不住。这种人多了去了，多数人是这种人，是这样的。那到底为什么呢？之后咱们再说哈。所以生命能量再强一点的话呢，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婚姻，事业，爱情，还有寿命，寿命的长度，还有未来子女等等的都有关系。所以能量强的人，就是你的事业、婚姻、恋爱、工作、什么财富都会比较强。就是这样。是我记得昨天我们有个例子也是嘛，就是买房也是哈。对，如果能量强的话，买房也特别顺，干什么都特别顺。是，对，就是这样哈。所以呢，希望这个全柔哈，他的父母呢，多为这个孩子多做功德对，为了让他生命能量变得更强。那么他未来的运气和各个方面会更好。还有呢，就是他在科目的选择上呢，我的推荐是读法律。感恩师父。他会有那样的气质。对，正好他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因为我为什么不说你没有你是律师的气质？我不这么说呢。读法律，首先一个是作为叫判决者，比如法官呐之类的哈，也是法律类的。对，还有一种就做律师类的，是和法官进行辩论的哈。对，但是都是法律工作者哈。对，就是读这种法律类的还是挺好的。因为他有他的庄严感哈，还有他的智慧，读法律类比较适合他。真好。所以呢，送给他个礼物哈。好啊。这个吧，听啊。最美了。对，这个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哈，全柔哈。好，祝你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再来抽奖结一瓶。好，这个很好的提议哈。好的哈。好，网友们可以写一下自己的国家地区啊。对，来开始吗？好了，开始了。3、2、1，就是它。对，就定了。就是它，结一瓶，那我就存下来了。先保留起来了。这个有意思啊。好，已经定了2张了哈。好。好的，那我们就看看还有没有让我看的呢？好。那下一位网友他叫健健，今年30岁，他来问师父关于他的事业是一个男生。那他写：尊贵的师父您好，我是健健，想请师父指点关于我事业的问题。我现在在一个日企工作已经有5年了，朝9晚5，工作极其稳定。但是，即使这个职位晋升，工资上升的空间可不是大。2022年年底，我老婆怀孕了，我才越发感到压力大起来了。那么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跟高中的一个同学一起去做电商。
那我这个同学在电商这块已经小有成就了，他想雇佣我。那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肯干。前期我需要打下手，慢慢学习流程。那现在困扰我有2点。首先，我老婆不太看好这个同学的人品。原因是呢，3年前我最缺钱的时候，我借给这个同学5万块钱，让他去创业。这些年呢，这个同学在吃穿上花销较大，也赚了一些钱，但是他仿佛忘了一样对这笔钱只字不提。唯一提的一次是想让我做一个空壳公司的法人，让我安心。我老婆对此很是无语啊。那还有呢，就是1年前我结婚，很多同学都怕我忙不过来，特意远道而来帮我。但是这个同学当时就住在离我家1公里左右的小区，他从未问过我需不需要帮助。其实这些我觉得无所谓了，但我老婆觉得这个同学太自私自我。每次同学需要帮助，我都会请假去帮他。但是老婆觉得她从未见到这个同学对我们有付出了过什么真心，觉得同学心思深，怕我受骗。那这个老婆非常在意一个人的品行。那另外呢，尽管我觉得老婆分析的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想放过这次机会。现在的工资比较少，我想能多赚一点，就当去学经验吧。希望师父给我一些建议，我要不要跟这个同学干？如果不干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感恩师父指点。对，他的这个形象非常重要哈。对，他的照片我得仔细看一看。就是在很多男生来说哈，年轻的男生哈，尤其是在中国的年轻人男性的哈，通常是被人忽悠的吧，就是给蒙的，都想创业啊。很多这个有点成就的企业家都是掺和大家创业哈。那其实我看待这个事情是2方面，就是创业。我谈不上是好是坏，因为很多人是不能自己做老板的。就是你的能力、智力、耐力、灵活力、聪明度、观察力、思考力，这些都是智慧。如果不具备这些智慧的话，创业形同于撞墙，形同于跳楼。那这个渐渐这小伙子呢，他长得还是一表人才的哈。对。像日本武士道似的哈，对，一表人才哈，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但是我知道你有所谓的雄心壮志，你的雄心壮志不堪一击，因为你写给我的信中漏洞百出哈。第一，你在日企就是日本人投资的企业哈，他们的管理是井井有条，反而是你学习的好的地方。可是你的朋友呢，借了你的钱，可是自己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好，对不对？可是你结婚的时候，他都可以不搭理你，他吃的那么好，他也不还你的钱。对。所以你老婆怀疑他的人品，我觉得你老婆才是个有智慧的人。我也赞同，还是要听老婆的话。爱冒险就是你爱冒险可以，但是关键是你想好好的生活，还是想早早的死去？肯定是想好好生活，对不对？对。但是你冒的这个险呢，关键你已经有老婆了，你一个人冒险，老婆还怀孕了，是拖累整个家庭的整个经济的风暴就会产生。对。那么一个男人要真爱你的老婆，还爱你这个肚子的宝宝的话，你这个时候是冒不得险的，小伙子，是不是？你真爱他，请你不要冒险。那你说升迁的机会不多，至少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啊。对，对不对？
其实他学习扎实，就像师傅所说，在日企里边哈，他这个培训呐，他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流程谨慎度是非常好的。真的以后有更好的机会，你再跳槽或者怎么样，不愁没有升迁。我觉得是一个难得的在日企学习的一个对，还是塌下心来，对，以后前途是 OK 的。对，因为我们很多青年人啊，喜欢听什么呢？就是一夜暴富。哇，就像抢银行一般，哇，昨天还是穷光蛋，连饭都吃不上啊，第二天开始跑车了。你们说第3天枪毙了，你没看最后的结果哈？对，所以你别光听人这种煽唬、煽动、忽悠，这些都是骗人，是吧？我刚才说，你老婆都怀孕了，是吧？应该怀的是你的孩子吧？是。如果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现在干点别的哈，就害死他算了。那没想害死他，如果你爱他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能调整工作。还有你想跟你的这个朋友想从事点什么的时候，你的朋友是朋友吗？他和你之间没有真正的情谊啊。对。等你结婚的时候，他都不太理你的时候，对吧？他借你的钱，他先忘了一样。对。这叫什么朋友啊？对。我就觉得就是个骗子。所以有的时候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是，这老婆还看得挺清楚的。没错，老婆也看得清，师傅看得更清，就是渐渐看不清。哎，这渐渐光想就是这个把渐渐变成贵贵哈，这想挣俩钱儿。对，想多挣点钱，就是往往就是说你想多挣钱，最后连自己的小钱都保不住。对，就看不清真相了。其实幸福的生活啊，是你心里的一种感觉。你看，你和你亲爱的老婆在一起居住，有工资收入，保证自己能有饮食，又有住房，是，正好老婆又怀孕，你应该充满了幸福的时刻，对不对？对。可是你这个时候冒险的那个激素又冒出来了，我觉得有点缺少头脑哈。就是这叫盲目的冲动。那你想，如果你从这个日企跳出来，那你的同学再把你有一点存款再给骗光了之后，那你怎么生活？对。那你可以告诉我呀。那老婆孩子多痛苦呀。对呀，难道你想到时候把你孩子给卖了，老婆转嫁别人？那不可能。肯定不希望吧？对。但是你已经有这个风险了。那悬崖勒马，赶紧的止住。所以说，你伟大理想和贪心几乎你分不清楚的是所以何况你的同学。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好朋友，拿着你的钱，人家就光彩了、荣耀了、享受了，对不对？都不还你钱。对呀，这是什么人啊？那你还去闯一把？是。你交错朋友了。是。对。所以我的建议你哈，悬崖勒马。我觉得好好在日企做。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点长久之道。对。回头是岸。所以渐渐呢，我也想奉劝2句，补充一下。我觉得我们更喜欢你这个太太啊，觉得太太呢很有智慧、有见地啊，也能够在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哈，能够及时的拉住你或者是就是说，我相信可能也是太太来让你吧，说你去问问师傅吧哈，这样子来求得高人的指导。太太是一个有智慧的好女人。以后家里的大事还真的要听太太的。你这太太这个分析事情哈，我觉得非常的敏锐，而且很正确。是的，对。对，所以最好以后你们的行动大权和财政大权，就是人事大权、工作大权、财政大权这把钥匙还是让给太太会比较安全。对了。对，因为你的冒险感觉哈，有点发懵。那我们现在说你不怕得罪你哈，就是希望你有一个稳定并且幸福的生活，是，好吧？不要去想那些叫空手套白狼，这打闷棍下毒药是吧？弄些连蒙带骗的那个行为哈，是，对这些这种空想的一夜暴富行为，不要想。对，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吧？水泊梁山时期已经过去了。是。对，我们是新的时代哈，新时代其实大家要注意做哈，新时代唯有打工是出路。创业非常艰难。越到这个大公司大到相当程度的这个时期，将来你自己创一个小企业哈，就是今天成功，明天随时失败，这种失败几率特别高。如果在中国倒退20年和30年前，
这个可能还算有一种叫做传统的运营方式的状态，还能持续几年。现在无论在中国、在新加坡、在美国，今天个人创业非常的艰难，不是不能成功，是成功的人太少，失败的人太多了。对，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对，但是不失败的人就是打工族。是的，让这个冒险的行为让他老板去担起吧。但你打工，你干1个月，老板给你1个月的工资，其实更省事儿，更幸福。因为我们一般人承担不起老板的那个风险。他们一赔钱，说昨天还有最豪华的汽车开着，等他一赔了钱之后，他连自行车都骑不起。这个你是不知道的事情啊，甚至成为阶下囚都是可能的。好吧，这是我真诚的奉劝啊。但是我再补充一句，健健，就是你这个朋友呢，现在你不说嘛，他这个电商做的也还可以，对不对？那现在都3年了，借那个几万块钱先要回来。对，先还了钱再考虑。对，对，朋友做不做，去不去他那儿都跟这个没有关系，他借的钱该还要还。那我的建议，如果真是好朋友，除了朋友还了你自己的钱，你再向他再多借3万。考考他的人品。对，考考他的胆识。我相信你肯定借不出来。什么是朋友，请为自己衡量，好吧？太好了，不要以为自己开了个店就是你朋友，好吧？真的。这一定要分清楚哈。感恩师父的指导。好，那我还是祝愿健健哈，就是有一个好的、平安、平静、幸福的生活。是的，收到。也祝他们一家3口哈，是今年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对，是。所以我要送你个礼物哈。好。好，这个牛角天珠哈。但是我要送给他太太一个8宝灵珠。好。我觉得这个非常智慧的太太。是的。是。3观很正啊。3观很正。好，一颗红色的8宝灵珠哈，送你太太哈。般配。祝你们这个全家呢幸福、吉祥、快乐、平安啊！收到，感恩师父。师父，我们再给网友来抽奖，抽奖好。准备喊数哈。好嘞，好。3、2、1，结。接下来了。那我就存起来了哈。哇，好的。那接下来又求教师父的又来了。好。这个网友呢是41岁的大全啊，是一位先生哈。他说：“师父好，我是大全，我现在感觉走到了绝境，看不到希望，真诚希望能够得到师父的指点和加持，让我们全家走出困境。我原来是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销售啊。”主要是给几个固定的医院呢提供医疗器械以及售后服务、维修等等，每月的销售呢还算稳定。到了2017年，由于当地大企业的垄断，我们这样的小供货商根本无法竞争，所以业务量越来越少，和医院的合作业务也因此而中断。那我以前呢还有个茶庄，主要是个人爱好，销售一些茶叶，还有红木家具。客源不是很多，后来又赶上了疫情，我把店也就给退了。就这样呢，在朋友的介绍下走入了投资行业，说白了就是一些传销行业。2017年，我开始投资了几个项目，投了10来万，基本都是投进去就没有什么收益啊，就打水漂了。投的时候规划的前景很好，但因为我自己也不懂那些行业。也没有怀疑，所以呢就赔了10几万。后来朋友又介绍我走进了区块链行业，进行所谓的电子货币的挖矿，说呢挖出来就可以卖。刚开始是见到了一点收益，所以我就贷款又投资了40万。没想到后来有了其他的变数，又碰上了政策的改变。改来改去，原来挖出来的那些币都变得不值钱了，基本就是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就是第2次赔了啊。好了，到了2019年呢，还是之前叫我投资的那个朋友，又说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区块链项目啊，
让我把之前的那一些资产、那些电子货币资产卖了，都投资到这个新的这个区块链项目里边来。我想，与其是等着，就不如放手一搏吧。我就把以前的那些数字货币都卖了，就买了这个新的币种，又投资了大概有5、6万的本金。当时呢，说的是这个新币种会被打造成万币币，不是万倍币，我都念不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电子货币会涨1万倍。Oh my God！ 不过呢，也确实很厉害哈。从2020年开始，这个新币种一直就往上升，炒到了80万人民币一个币，还一度超越了比特币，成为币圈中的一个神话啊！这是第3次投资了啊。在2022年2月25号之前，这个币呢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我当时数字钱包里边的资产也达到了50多万美金，但是因为当时一直处于上涨的这个模式，所有人都没有去卖掉，而我也忘记了师父曾经建议的见好就收，还想着再多赚点多赚点，贪心让我迷失了心智。这50多万美金呢，真够多的了。结果就在2022年2月25号那天晚上，这个币被人盯上了，一晚上被砸下来了一半，价值还多。从那天起，这个币就开始慢慢跌下来。但是当时我们都还想着能涨回去啊，那个币圈里的队长也跟大家宣导要加仓别卖，就是说再投钱进去啊，别卖。就这样我一直熬着也没卖啊，但是我的资产那时候已经严重缩水了。在2020年，我把我原来的一个房子卖了啊，在我的住的小区新开发的地方呢，又买了一个大房子。因为呢，孩子是2019年刚出生的，家里还有老人，我们希望要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住哈。但是那一会儿呢，其实我已经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了，所以这个新房子呢就有了100多万的贷款，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呢也有一直不断的去做功德，包括点灯啊、迎请法务这些，可是财运一直都不好。投资的项目不但不涨，反而越跌越多。到了现在呀，我几乎所有的那些电子币都跌到了谷底，甚至都快归零了。好，那我呢，每个月还有高额的房贷，还有信用卡，还有其他的贷款，压得我一度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但是孩子还小，才3岁嘛，我也不能这么放弃。我把原来的房子卖了，也没能堵上这一个欠债的窟窿。现在呢，我们一家3口人呢是租房子住，想把新买的房子卖了，可是那个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又卖不掉，又赶上疫情啊，房价还跌了很多。哎呀，所以卖房还钱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呢，我只能从事网约车的工作。就是那种像出租车似的网络的那种哈，给人开车，但是所挣的也就够维持生活开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自己甚至想过，我不行就不还贷款了，就成老赖吧，就成黑户，但是那样又会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所以这个大全就是束手无策哈，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大全跟他的太太呢，其实都有写信求助师父，所以在这个信箱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他太太写信，又补充了一些信息。太太说，上个月应该就是1月份呢，12月份呢，说大全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朝拜五台山，去磕头宵夜，也祈愿在新的一年里，家人能够健康顺利。他顶着零下30多度的这样的寒冷的温度去朝拜磕头，一台阶一拜，也坚持下来了。可是回家以后没几天，就又被一个朋友忽悠去投资，把我们家仅有的10万块钱全都投进去了。结果才10几天，这个电子货币的平台就倒了，钱就血本无归。祈请师父能不能帮忙指点我们？
我们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破财呢？我一直在想，难道我们是在替我往生的父母亲还债吗？因为我的父亲生前也是投资失败，后来借钱才把债务还上，父母也因为这件事上火，把身体都拖垮了。我一直都在坚持着精进修行，做功德，磕头忏悔，希望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为什么生活却越来越拮据呢？真诚祈请师父给我们指导和点拨。哎呀，哇，哎呀，哇，这网友听了都一身冷汗吧？我已经3身冷汗了，真的，太险了。对，我没听过这种区块链是什么东啊？哎呦，这个上亿上的是美国名牌大学，学的是经济哈，来请他讲一讲。我是不懂。听说过区块链是什么呀？上亿实在不太好意思，我这个听了好几遍，我在网上各种自己查，到现在还是不太弄得懂弄不是啥。懂哈。对，就是特别悬。他看样子只有咨询马斯克才行，可能是，要不就是 Facebook 老板那扎克伯格，是不是啊？他不叫元宇宙吗？是。你说区块链和元宇宙谁大呀？不知道啊，这跟大小王的关系好像不懂哎。真不懂，师傅。都不懂哈。就是说我们就是哎呀，不是你们这个学历和智商都不懂，俺咋懂呢？所以我就很觉得像卫星差不多。不是，我很佩服这个大全，就是太勇敢了。不是他能懂吗？其实他也说了，他也他不懂怎么会去投资呢？哎，但人家不是胆大吗？胆大那干脆买马斯克的产品去，那说能上火星待着去也行啊。我估计是嫌马斯克的那个涨得慢。对，涨得慢。对，为啥呢？就前2年，2020还是21年，就是他那个特斯拉那个汽车那个股票，一年涨了7倍还是10倍？我们都觉得是10倍是吧？对，我们都觉得是天文数字了吧？那已经非常不得了了。对，如果投了100万的话，就700-800万了。但是人家大全是说，这种新币种会被打造成万倍币。人要涨1万倍，对，他能看得上马斯克的10倍涨吗？是这样的，听好像有点小。我听着愣了。所以呢，就是后来我也帮他算了算账哈。当时他投的那个钱5-6万的本金嘛，对不对？后来到2022年2月25号的时候，他数字钱包里的资产是50多万美金，5-6万人民币，然后变成了50多万美金，涨了多少倍？60倍吧。60-70倍，60-70倍都不卖呀，因为还是要盼着往上涨。对，所以我也搞不懂啊，师傅。那个我在3年前有人给我推荐一本书，我呢就看了他那个前面10页，就介绍美国有个超级大的公司叫 GE。对。这是通用是吧？对，叫通用啊，中文叫通用哈。说里头有一个超级天才级的一个 CEO， 就是总经理。因为他的公司太大了，凡是美国人家电器之中，至少有2件是GE公司生产的，至少有2件啊，是一个超大的老牌子一个大公司，大到的不得了，可能很多人还并不熟悉哈。那么说他这么厉害的一个 CEO，让他这公司这么巨大的公司，有一年的这所谓的利润达到了20几30%，就成为这业界神话。很高了。一年涨到了这么多，就是这个行业之中简直神话。是。那人家要是涨1万倍，都怎么算呢？这做梦爆米花呢？对。那就得跳到月亮上去了呀。对，这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思维的。国内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哈？要把大家弄神经了。不是有这么好的东西，是有这么好的一种梦想，最后这个大全的梦想不就破灭了吗？其实是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因为我看大全的照片这人我觉得还挺大方的，挺大方，他长得投资挺大方。不是他的相挺大方。他个性啊，是这么讲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地阁房圆啊，天庭饱满，地阁房圆，鼻子不小，眼睛贼大啊。也就是说，这个五官怎么看起来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错。而且还带有一些儒雅之气。就面相还可以的，还带有这个慈悲的感觉。我也相信他肯定是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的人。所以他后来有讲到，还去五台山朝拜呀。对呀，冒着零下70-80度的30多度哈，低温呐，才30多度哈，零下呀。对呀，我说的是零下呀，零下30多度去礼佛。对，礼佛，佛一下就给他赐了一次宝，是吧？回来立刻就有投资机会来了。投资来了之后，又接下来10几天就宣告，这个10几万变成0了。这一次投资机会的特点呢是，我觉得不是投资，在他身上印证了佛所说的哈，说一切如珠光泡影，瞬息万变，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懂了吗？反正我总结出来就是他这一次的投资机会，就是这个泡影哈，破灭的是最快的一次10几天10万块白白。佛说哈，就是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戴的那个名贵手表黄金的戒指，甚至贼硬的钻石哈，都是在宇宙之中的一个泡影，如同虚幻一般的，像梦境一样的泡影。他说所有的坚固都不是永恒，因为有生则有灭，知道吗？有贪则有死我不能这么说。有赚则有赔。有赚则有赔对，这个何况本身你说弄区块链，你说咱们仨都不懂，世界上有谁懂呢？所以说这位老大哥应该懂吧？他也不懂，怎么会把钱塞在那个里头不懂的里头？你有这种人吗？对，咱们给他这个捋一捋哈，他一开始还是靠谱的，他是做这个医疗器械行业的，对。医疗器械行业呢，他应该是懂的嘛，哈，这是他的本行，对不对？对，懂的。这是本行来的。对，但是呢，他突然就跳到区块链。对，他都竞争不过大公司嘛，就是本行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最后哈，能够笑到最后，还是做不下去了。那你说一个不懂的行业，凭什么就能够一下子就能赚大钱呢？他有的人会觉得哈，说我在村里头成天挨揍。我换一个村说不定当皇帝。他有人他有这种梦想，所以我说叫梦想所以也有一句话，反正中国话经很多都是骗人的，是人树挪死，人挪活，人换个地方就活了。说卖医疗保险不是卖医疗设备不行的话，咱弄区块链，虽然我也不懂，说不定一蒙就是8万倍上来了，这说不定我觉得人呢就得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气泡式的梦想，这让自己幸福中，不是有一种死叫安乐死吗？是吧？在幸福与微笑之中，慢慢的就到那个世界。这听起来挺伤感哈。就是这个图片配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人的梦想，每个泡都是人的梦想，但是这个变化太快了，其实把我已经弄懵了。我是特别的提议哈，我是特别提议，我已经晕了我没这么高的智商。我们很多的网友哈，我觉得高学历有广博的见识哈，替咱们这个叫大全是吧？大全替大全朋友呢把脉到底错在哪里了？还向他太太说，我们到底哪错了？对，是不是啊？对，他要父亲报仇呢。是不是啊？这个父亲也是投资失败，到弄出一身病来，到最后离开了我们哈。完了之后，太太说，我本来可以说光宗耀祖，能够重新能够辉煌我的家业，对，是不是啊？结果像气泡一般的，就是10万的就没了。这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他请师傅给指导，我实在指导不了，所以请网友们帮着给指导一下。我那个邮箱不想虚度，就是你看我想干的实事哈。网友们，如果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帮这个大全朋友捋一捋，他到底是错在哪里了？是不是这么善良的人还在五台山拜过？你在五台山拜过之后，应该回来赚10万才可以啊！
咱们又弄一个，一回来立刻就有找投资来了，怎么投资人专找你呢？怎么不找我呢？为啥呀？是不是啊？他们你前头已经够惨的了，到最惨的那一步的时候，还让你往坑里推呀？对，是。这个其实大全网友就是我相信你们夫妻都在看现在的直播哈。其实我们是非常同情你们的，也很想帮你，但是就是看了你这个，我们真的就是挺懵的。他前面这个到最后我们说的，你拜五台山回来已经是我数了数哈，如果你写的如实的话，这已经是第4次投资了。第1次是投了那个什么传销行业，你也说了说因为我自己不懂就赔了10几万。对。第2次又去区块链投了40万，还是贷款来的。对，你那个传销都不懂，区块链就懂了吗？这个第2次又亏损了将近40万。对。第3次是这个万倍币，这可投区块链，又是区块链，这可倒好，当时挣了60倍，你50万美元。当时你要是卖了的话，我们都替你高兴哈。结果没了，现在又基本就归零了，房子也没了。对，第4，然后就拜佛去了。拜佛去了呢，是想改运的，是想不再受骗的，对吧？是想生活更美好的。你怎么知道他拜佛是咋想啊？哎呀，我是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思路想的，所以我想问问。所以你正常人就发不了大财啊？哎，也倒是。对。结果第4次这个泡影最快嘛，10万块钱10来天又没了，这1天1万呢。这个我觉得和他这个1万倍的那个泡影其实很类似哈。10来天10来万就没了。如果挣钱这么快就好了哈，挣钱这么快就好了。可是这是赔钱，怎么这么快？我说这个拜佛还真灵啊，这立刻就有投资机会。但是投资就是没有收益，但是如果有收益的话，立刻见证了这个从有到变没有的速度感啊！所以你看看这个1天到底花掉了多少钱，这个速度，从物质就变成空气这个过程，多快，深深体会到。为啥这么快？其实值得我们思考啊。对。所以欢迎网友朋友哈。写信来啊，来给他理清楚。我们目的是要帮他，我们目的不是让他在丢人，讲他的恶心人的失败的故事。不是，我们都非常的同情啊。对。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你终于安生了，你不会再赔钱了，没钱了。而且也借不出钱来了。他这个时候就止住了，止亏的时候到了。但是止亏的时候到了之后。他欠的债窟窿还没。你的朋友的合伙的时候，朋友会不会来摘记你哈？我觉得还有和你，尤其是拉着你投资的朋友，你应该向他借钱，考验是否是真朋友。这个时候就到了，你要好意思去借，因为你真没钱了，但是我说到这儿，我还是没看懂，所以希望网友呢。来赶快给我消息哈，这样的话那个结果哈，我们看网友给什么样的建议哈，明天我们再找出答案来。好的，好吧，好，记住网友哈，给大全先生把脉，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对，这样我们好帮他呀。是，对，至少将来也能。至少不这么赔钱了嘛？是，找一条出路出来。是，确实是因为小孩子才3岁呀，哈。对呀。而且刚到五台山拜过佛，你回来就这么惨。这个事情，这佛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好的，那为啥这么惨啊？真的。那网友如果能够诊断了啊，他们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因为太太非常的疑惑不解啊，到底哪里做的不对哈？还有就是说能够指一条明路，让他怎么样才能够再更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那有好的建议，师父看到的话，在新春期间，师父我相信也会给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网友的。我们要帮人呐，真是。真帮到的话哈，我给你大礼，好吧？大的哈，哇，大的，真的，像电饭锅啥。
感恩师傅，那电饭锅就是给饭吃啊！对呀，那真不一样。当然还不止电饭锅，好吧？是，要理解，感恩师傅。但是一定欢迎网友哈，如果你真把他诊断差不多，一定要写信告诉我。好，我们一起来帮大全。我们来帮他哈。好，明天看结果如何？好吧？明天哈。好的，好。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哈，等待明天，期待下一期。但是咱们现在也应该结一瓶吧？是的，来结一瓶，借这个大全的光啊！哎呦，结一瓶来，来，3、2、1，结。哎，找下来了。来把它存起来。哇，这眼尖的网友都看见了哈，有没有自己？好，来，接下来。好的，那下一位是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来问师傅关于他姻缘的问题。这位网友叫樊养，他写：师傅好，我已经9年的空窗期了，遇不到合适的、自己喜欢的、三观正的人，那工作也不太顺利，祈请师傅给我指点。我是住乡下的。有去问过神，问姻缘和工作，可是都没有什么结果。关于姻缘呢，之前我有过2段。第一个男生和我同年，他是个妈宝男，他的妈妈是离婚的。我们差不多交往了2年，我受不了他妈妈，就和他分了。那么第二个男生呢，是单亲家庭，母亲没有结婚，是领养他的，他比我大1岁。交往时他不爱说话，有事总是忍着，后来受不了他也分了。之后也有人追求我，可是我都不感兴趣。后来这些男生相处不舒服，觉得他们没主见，或者都是妈宝男。我家里呢有点重男轻女，在2009年，爸爸开了个有机店，给我和哥哥一起工作。后来呢，2020年，我发现我哥哥偷公司的钱，可是家里的人都帮着他，倒过来说，反而说是我偷钱呢。我就离开了有机店，出去工作到现在。上一份工作是在家做文职，网上面试女佣，介绍给新加坡中介。那这个文职工作呢，我从2022年3月份到11月份。做了8个月，后来就没有再做了，觉得压力太大了，提成老板没有透明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要求老板加工资，老板不加，面试时老板答应给的工资也没给到。对于这份工作，我感到伤心失望，我的健康也出了问题了，祈请师父为我指点我的姻缘和工作。他是问2件事儿哈，2件事，一个是姻缘和工作，是2件事儿。35岁了，所以我看这姑娘呢，其实长得还挺漂亮的啊。是，大家看到她照片了吧？应该挺有人缘的。你看你长得多好啊，挺招人喜欢的。你看她的五官还是挺美的哈，开朗，对，都很大气哈，而且有一点肉哈，长得白白净净的，其实还是招人喜欢的。但是招人喜欢，他说他现在想嫁出去吧？是，他前面也谈过2个，就说明也有招来人。也就是说，他找对象哈，找到这个男朋友绝对没问题啊，这个是能找到这个男朋友的人。但是他自己也表达了，他是在挑，对不对？是。什么妈宝男呢？妈宝男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是自己对他们不满意，就分了。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哈，先说这个情感问题吧哈，就是他的婚姻情感问题，是很多女生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做老公。太对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最要命的那个穴位。那我在1年多前讲过一个金菩提家训之中呢，我倡导的一种概念，就是你的个性，你的内在的那种感觉是狼还是羊，一共有2种哈。要就是个性特别温柔，都是说你说了算，自己今天要吃啥不知道，拿不定主意，就是别人说了算。这种呢就是阳性，就是像绵羊的羊啊，都是比较个性温柔，就是指哪就走到哪
啊，不是打在哪儿啊，叫跟随型、跟班型，没有主见啊。如果男人呢，这种人哈，一个是高高大大、肌肉健壮啊，外在特强壮，内心特空虚。就这种人也有很多，看着像大灰狼、像大狮子一般，其实内心呢，就超级小绵羊、小苹果啊、小花生，反正就是脆弱极的那种草莓啊。那么第二种呢，根本就是直不起腰来，含胸拔背，平常走路含胸拔背，像大猩猩似的啊。吃点啥就拉肚子，通常做 IT 的男的比较多，这种就直不起腰来，挺不起胸来，小白脸啊，一看脸上挺温和的那种哈。所以这种通常就是他自己说我是羊，我是狼，刚喊成狼，一看女朋友来说，哎，别说我在这凉，立刻把脸蒙起来。这种就是其实是他的内心是偏羊，绵羊的羊。对。那这个年轻的姑娘们呢，你在这个找对象的时候哈，这个不是个性别问题，而是你的内心的那样的感觉。这个两个人搭配结婚哈，最容易搭在一起结婚的，成为结婚能走下去的人，就是狼羊搭配。一头狼和娶了一头羊在一起生活没问题。你不是谁吃了谁，不是这个意思。是个性的一种夸张的一种形象式表现。那么狼呢，平时就做主，说今晚上就吃拉面，好了，羊就不敢吭声，明明爱吃大米饭，不敢说话，哎，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一种配合。就他的个性有这么大的差别，才能相互弥补，才能凑在一起。那有人说这个我不喜欢，很多女生说我要喜欢能干的、有钱的、很能冲的、很能杀的、很能闯的、很能骂街的，啊，那这样的男人呢，个性强不强？强。那是狼吧？对。不光是狼，还是狮子呢。是。那你女生呢，个性又强，对不对？这两头狼到了一起，不往死里咬啊。他要争食争地位。对不对？你强，我比你更火爆，所以一直打，一打就一辈子。所以很多打不了7年就离了。现在人耐力哈，通常结了婚3个月就想离，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离婚率很快很高的，就是3年以内非离透了不可，就离了啊，就受不了。但是狼羊配合的人就不容易离，说你敢离了我弄死你啊！行了，算了，对方不敢，就是以后再也别提离婚的事儿了啊，为了保命哈。听起来不好听，事实就是如此，就是你这样的一种性格的这种叫一种配合，反而婚姻能走下去，能凑合着走下去。所以两个人都很强。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2个羊结婚啊，那到了晚饭都没人发讯息，都快饿半死了，说你饿成什么样了？说我还能发信息，就是这样子，那完了，这日子没法过，非得不出1个月饿死一口，对不对？因为都不负责任，都拿不定主意，都在那犹豫，是吧？洗澡洗2小时，所以这个绝对不行啊。所以的话，咱们就说这个叫繁养哈，这小姑娘来说，你那张脸哈长那么漂亮，但是我看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狼，你的个性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啊，对吧？这个直言快语啊，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你就应该找妈宝男，妈宝男才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他没有主见呐，所以到时候你既是他老婆又是他妈。对，就妈宝男没结婚的时候听妈，结婚后听老婆。对，没错，就看你的魅力。就是你非得找个创业者，是不是那种霸王级的？你不行，你那个是有个性的人，你的个性会暴虐一点哈，暴虐一点就根本跟老板搭不了。老板发奖金你觉得不透明，你还在那生气呢，对不对？所以你那什么个性啊？一看就是狼性。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的废话太多，就是你那个和人接触的时候哈，你那个叫话多语失哈，说话特别得罪人。就是我看你那张脸，你是能说的，但是总是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哎，快言快语的好处是容易沟通，坏处是总是很直白的表露出自己的情绪哈，他有时候好话不好好说，那就是你。
所以你把很多妈宝男吓得拉肚子啊，所以把人吓跑了，所以还是不行啊。所以你是要想找一个人结婚，那么这种就是说你是狼，你要找羊，好吧？你就别嫌他柔弱呀、妈宝啊、没有主见呐、直不起腰来等等的这种温柔感啊，你就别挑了，你就不能找英雄，你就不能找英雄，你找了英雄，你就快成烈士了就。所以你一定要找羊来结婚，找温柔的男人来结婚，那这就是你的命。那么还有一个年龄问题你到这年龄你别挑了，你再挑就奔4了，是不是啊？是。哎，你到了奔4的话，你60岁大爷你也不用挑了，就是我说的是实话所以你就是女人一过了35之后，你的选择的这个道路的宽度一下就变窄了，变成一条线了，知道吗？所以多大岁数你都受着，带7、8个孩子你也得忍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别挑了，要认清自己，好吧？这个要不然你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人，还挑什么挑？好吧？这我的建议已经给了好，感恩师父。哎，这是情感情感对。工作方面还有问工作方面。还有工作的你是给人打工，什么老板分赃不均，不是分奖金分的不明确。孩子，你是老板你做老板的时候，我还非给你解释我这个账是怎么算的。老板给奖金就给1分，你赚了1分，不给你得工作呀。今天多少人在失业对不对？哎，你要喜欢干自己能干的事情能去有工作做，别跟老板去对抗和较劲，知道吗？你只要给老板算那个细节账的时候，那你不想活了，你不想在那企业干了，有你这么傻的吗？昨天我们有听到一个分享的故事嘛，就是感恩心拿回来工作的那一个范养，你可以再去回看一下那个小姑娘她去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还提点她呀什么什么的，可是4轮下来没有录取她。但是呢，小姑娘因为听了师父的开示，说即使是这样，我也要有一份感恩之心，就给人家面试官又打电话回去感谢。那面试官说：“你其实是被录取的。”但立马他就得到了一份工作，对，后来还加薪。对，所以你看他的工作是怎么来的？是感恩心换来的。对，所以咱们有感恩心有个善良的心，别跟老板斤斤计较，反而最后老板会喜欢你。会的。至于说加薪留用升职都在后头。小公司加薪升职提升特别快。对，别跟老板对着干。对这个所有的网友都要记住这个。对，老板都不是傻子，人家怎么能做成老板呢？对呀。所以他眼中都是心明眼亮的，在看谁是好员工，对，谁是心又好的、能力又好的人，对，他会留住这样的人的。对，你像一个斤斤计较的会计师一样查老板，那你不想在那待着就是，那肯定不行摆正自己的心态，用感恩的心态，老板毕竟给你了一口饭吃呀，对，衣食父母。你不是在自己家里也有企业，其实自己家里认为你是小偷吗？你哥把钱给偷了，全家人都冤枉你，这为什么呢？其实全家人有一个好心态其实把你赶出家门出去找对象去，结果最后你差点把老板给辞了。说这姑娘呢，你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好吧？在工作之中，你给老板作对，你就不想活了，不想工作了，对不对？在找对象人，你也不是找不上男人，你长那么漂亮，对不对？你找了你总挑他这个挑他那个，你嫁个像男子汉的张飞的话，没把你杀了就不错了，就对不对？那脾气暴力，谁都敢砍了，所以所以一个知足感恩的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如此的美好。真的如果用你过去的心看世界，哎呀，处处没法活，就是。真的是。我相信你已经听懂了感恩师父的指导。那咱们还得再结一瓶，加持一下结一瓶先。先给他送个小礼物。先送小礼物。可以呀。好，可以，好。加持他今年的运气。我先送你个小礼物。这够大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牌子 ？Kind。电风扇。怎么用都好用。怎么吃都甜感恩师父。送给你哈。那我们再结一瓶。结一瓶。好嘞。来。好，来喊。3、2、1，结。
好了，结了，存起来。好的，那师傅，我们接着往下说。好。有一位网友，他叫 Happy， 他问他9岁的儿子的这个方面的事情。尊敬的师傅您好，弟子想恭请师傅帮我的儿子看相，请问师傅，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开智慧呀？儿子叫 Happy， 今年9岁了。特别是最近上小学这几年，我发现儿子对学习好像不是那块料，经常不管当下有多兴奋，只要一背书就犯困，背几分钟就睡着了，学习成绩非常一般，学习无法集中精神。而且呢，儿子总是把无所谓的事儿看得特别重要，重要的事儿呢反而不在意。不仅仅是学习，生活上也是如此，他总是分不清主次轻重。比如说，今天学校布置了一项美术手工作业，交作业的期限是1周，但是呢，明天语文就要考试，当天需要好好的复习，他却一定要坚持先做那个1周后才上交的手工作业，导致晚上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复习第2天的考试。越是时间紧迫着急的时候呢，他越是会去认真的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越是小事儿越聪明，越重要的事儿越犯糊涂。我都快说破了嘴，他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我自己也不智慧，真是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引导他了。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带着他走八卦，虽然他动作不标准，但走了才1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孩子开始往好的方向有微妙的变化了。儿子平时对师父非常恭敬，师父的每期直播他都会看，对师父的很多话他都印象深刻。他说之前有一次在学校写卷子的时候，忽然感觉身体有一个地方很痛，他就在心里祈请师父帮帮他，然后就真的不痛了。那天放学回来，他很兴奋地对我说这件事儿。上一期直播师父讲了袈裟书之后，他就马上问我要袈裟书看。这2年我也有连续的为儿子和父母做功德，儿子对师父的话深信不疑，弟子恭请师父指点一下我的儿子，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开窍呢？顶礼感恩我最尊敬的师父。9岁的孩子，男孩子，值得议论一下哈。这个小孩呢长得还挺帅的哈，挺好的哈。从面部来看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智慧资质没有问题。反而还是不像妈妈所说那样子，应该他还是比一般小孩智商高的。就是但是呢，他这种看似在读书的过程之中这种漫不经心哈，重要的事儿当儿戏来看待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是功课落下了，接下来都不会做。都不会做，既然不会，我也听不懂，我干脆理都不理。你看，说眼前的，比如说数学题不做，可以先做1个礼拜之后要完成手工活，对不对？因为干手工的一看就会嘛，就比较容易啊。做作业这个不是错误，先捡着容易的去做完，这个是合理的。但是说明天就要交作业的数学题，今天不做的话呢，是因为他不会。越是不会的，一看就一头雾水，他不会做，他怎么做？拖延，越排斥。所以把最难的放到最后来吃，这不得不吃。如果让自己选择，我肯定不吃它。像从来没吃过辣椒的人说一尝辣，我干嘛吃你啊？对不对？所以他的功课就是有很长时间已经拖延下来，不会做。那么他其实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这种没有压力感，这种颠倒的感觉呢？有些原因，一个是来自于家长。通常这种感觉呢，这才是妈宝男哈，就是说，家长带给他传递的讯息和他同学比的时候，我相信像这样的孩子是来自于家庭比较宽裕的孩子，就是比较经济富裕的孩子。在他心里就说，我爹妈有钱，什么都可以解决，我读书干嘛？我比你们都优越，就没有那个动力了。对，他有心中的傲慢感，所以我干嘛读书啊？我不读书又怎么样？对不对？我只要一哭一闹，我妈都不敢惹我。
对不对？老师呢，让我妈去应付吧，就是这样。所以来自于家庭的经济宽裕。所以有时候这个阴阳哈，为什么这个世界由阴阳组成了呢？这没有钱嘛，他没法过日子，对不对？没有钱嘛，孩子上不了一个好的小学到中学到幼儿园，是不是啊？得不到最优质的教育。那有钱的孩子呢，就觉得我读书干嘛？他立刻就没有了读书与生活的动力，所以才有很多怠惰的这个行为。所以矛盾嘛，就是这个东西。这世界就是如此的矛盾。所以家长第一个，还有一个家长没有形成读书的习惯，所以这个孩子说他回了家之后看家长在干嘛，说比如说你在玩电脑游戏哈，或者你天天在看电视剧，那我呢，我就打游戏，完了之后你别让我打游戏，说那你不要看电视剧，孩子就跟你较劲，他只要会说话表达的时候，他就会这样，除非你打他，他不敢说，就是这样，他在模仿你。所以这个家长也如果形成一点回家读书看书的习惯呢，其实孩子会自动的模仿。当然可能也改变不了家长的这个状况了哈。那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我还有的话，有一个下册，不是最上册。下册的话呢，找一个特别有经验的老师，从学校请一个老师来，只要花点重金请来，好好的来对这个孩子哈做一个评判。这个评判之后，因为专业人士很厉害啊，专业做小学老师的人，对你的孩子观察几天之后，基本上就能摸到他的脉，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完了之后，老师再给你一套对治的方法，就能把孩子纠正过来。可是家长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老师是专门教孩子的，从心理学到孩子的这些经验，他很懂。之后再拿出一个流程，怎么样补习，怎么改变哈，这是一条出路，就是这是一套方法。再接下来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容易做到，并且非常有效的有一个方法，就是想方设法去找到一个好的私立学校，把孩子的情况实际告诉他。你也要出更多的钱，完了之后，好的私立学校的老师哈，你想私立学校就是私人成立的，对不对？他要不要讲信用啊？要，而且那结果会怎么样？孩子教育的，就是肯定得带好这个孩子。对，不然的话，他家长不干，而且私立学校确实比公立学校学费要高嘛，对吧？对，那家长那也都是有要求的哈。高收费他得出结果。对，私立学校就是一个私人企业，是他要的是我们在社会的排名。对，就是你看我们，尤其是高中，你看我们有多少升大学的，还有多少1%的学生收到世界一流名校，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对于教学质量抓得非常的严格，就是好的私立学校。对，那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他也是高薪聘请很好优秀的老师，对，还优秀老师呢又很负责任。是的，因为他们工资也高，又有经验，有的顾不上睡觉，来修理你的孩子，当然是不是打骂哈，他来补习他，辅导，一定要让你听懂为止。是的，要这样子的。对，所以好的私校真的对孩子确实是有帮助，很有帮助。你像美国、加拿大教学都是很有名，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和私校比的话，就是那些中学，不管排第1的、排第10的，和私立学校和任何一个私立学校没法比。对，私立学校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这个学生啊招生的时候比较严格哈，对，所以这个学生素质相对呢也是平均是比较高一些的，对，整体的教育环境都很好，对，所以这个他招聘的孩子呢，通常成绩也比较偏高的，是的，对，所以你的孩子成绩差进不了私校，对，所以呢你在想进私校之前呢，要做一些准备，一定要请好的补习老师把孩子的功课补起来，并且能考私校的时候要有一个优秀的成绩才能进去，是，这样相对有点一劳永逸。对，
因为这样的孩子们在一起呢，也会相互激励、相互学习，是养成好的习惯。爱学习的孩子，他说的就是学习的事儿，是这样，对不对？爱打架的孩子就是聊天打架，对不对？对。所以到私立学校都在被老师给抓的这个成绩哈，孩子们只谈成绩。对，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出路。师父指导的真的挺好的。反正我只能说我知道的这个范围了哈。那我相信，就是这个 Happy 的家长呢，对你考虑一下我今天讲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非常中肯的。很中肯了，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是，感恩师父。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的孩子补起来的越早，就越受益。对，越往下拖下去就麻烦哈。到他年龄越大越麻烦。是。早点补起来，他10来岁嘛哈。9岁。补起来就补起来了。对，现在最好的年龄了。是。是可以培养他一种新的爱读书的习惯，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因为他的智商没问题。那 Happy， 你妈妈说了，说你最听师父的话了哈。那今天的直播你也听到了啊，师父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对，然后早一点把这个学习成绩补起来，你做到的，因为我看你的照片了哈，就是你那个，如果你好好读哈，未来你还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那太好了。对，所以本来是一个将来聪明能干的孩子。哇，太好了！就别把这个好的这个资质给浪费了啊。那 Happy 对自己一下就有信心了。希望是哈。也希望 Happy 也真正的去好好努力，不辜负师父对你的这一片厚望。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做到。对，有信心。希望是。感恩师父。好。那师父也给 Happy 选个礼物。好。祝福他。我选一个八宝灵珠吧。这最吉祥的礼物了。这个你随身带哈，这穿着挂在脖子上哈。好。能保佑你哈，希望你学习更加精进努力，好吧？收到，感恩师父。师父，我们再来结一瓶。好，结一瓶。中文平台。好，来数哈。好，3、2、1，结瓶。咔嚓。好。结了。好，我们先收起来哈。那接下来，好，接下来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想请师父指导他的择业问题。他说：“师父好，我是尤暖，今年22岁，目前就读大学会计专业，即将毕业。目前呢，我有些彷徨，我想请师父帮我指点，我适合从业会计行业，同时兼职房地产经纪吗？还是更适合去创业呢？感恩师父的指点。”这位尤暖小朋友呢，他现在在读会计，即将毕业。这大家看的这个尤暖的照片哈，还长得是很漂亮的小姑娘哈。是。年龄年轻哈。对，22岁。现在是读大学哈。是，即将毕业了。读的是会计。对，读的是会计。对，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好。挺好的。但是他的问题问的有点问题哈。他问是否那个适合从事会计行业，同时兼职房地产经纪。对，你看哈，我讲一下这个2个不同类别哈，觉得你补充哈。你学的是会计，对。可是呢，他想去做房地产销售，是吧？销售，对。他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有一种人叫做做销售的，因为他不懂会计。还有一种做会计的人很少去做销售，是因为个性内向，对，就不想看人的脸，所以在背后光看数字，只看数字，看电脑，看账本，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但是你把他的照片再贴回来哈，大家看尤暖小朋友的脸上的表情，是否挺阳光、挺快乐？是的，是活泼的。对，他这种表情和会计啊不太一样。他是个活泼的表情。是的。他喜欢能够在人前来表现自己的感觉的人。对，言语沟通啊，这一些哈。就从表情能看出来，他的能量集中在脸上啊。是。集中在脸上，这样的人是善于与人沟通，所以他是销售型人才。而不太适合于做会计。可是呢，很矛盾的是，他大学正在学的是会计。是。所以呢，我呢对会计也做了评判哈。多数的会计
都不懂得玩笑是什么，更不懂得微笑是什么。多数的会计这叫小会计，叫死板的会计。对，板着脸的。你讲个笑话，他半天反应不过来啊。但是我见过一种特别高级的会计师哈，哎呀，那个脑子像电脑一样啊，是。哎，不管开玩笑讲笑话，他也一套一套的，是。比闯江湖的人还能开玩笑。对，那种大会计师是，因为他大脑智力太强啊，除了算账把你算到家之外哈，还有呢，他的这个社会的综合能力，对，那种情商的反应能力，对。甚至喝酒、唱歌、卡拉 OK， 样样精通。是的，那种就是超聪明的大会计师的样子，是吧？一般的小会计师，光数字把他累得快成精神病了。所以什么懂得叫微笑和玩笑啊？说那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是。所以大会计智商太高之后就变成很活泼。但是呢，我们这小姑娘呢，我看她也不像大会计师，所以呢，她一边读着会计，一边说我能不能做地产销售？销售，对。所以我给你找了个新的出路哈。你呢，一定要拿到会计师证，再去做地产销售。这样会比别人要厉害多了。对。你就说我是职业会计师，还做地产销售，所以我能替你多省多少钱和税呢？你看，那老板太喜欢了。对。你比如说做演员吧哈。对。台湾林志玲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大长腿大高个儿哈。是。哎，那个他就说他是一个什么硕士什么毕业。好像是哎。硕士、博士、硕士。硕士，那和一般演员哪是高中都没毕业就当演员，对不对？文化程度多数演员如果在没有准备情况下，如果有刁难的记者给他一说话，立刻就打起来，就吵架，对不对？因为脑子承受不了，你问的话知识性太强，不知道怎么回答，脑子转不过弯来，对不对？所以很多演员和记者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是林志玲出来之后说，在演员界和模特界有几个是硕士毕业的呢？就光这一条，再加上个大长腿，这成为艺术界炒作的一个话题，很快就容易红，对不对？对，这是他的优势。但是他的情商特别高。你看他给人搭配唱戏，给那些记者聊天的时候，非常的活泼，脑筋急转弯非常快，永远都是笑着，永远是温柔的在说话，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演艺界来说的话，这样的高情商的这种人才，他不出名怎么行呢？就很容易出名。所以我们这小姑娘呢，你呢是会计师，在兼卖房地产的，有几个卖房地产的人是会计师出身呢？是，对不对？对，所以老板都会另眼看你，对不对？一边兼职做会计，你还兼职做销售，这就更牛、更棒、更容易成功，更全面。哎，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你那个会计师的这个资格证书好好考下来。好的。对，就拿这个就能赢过别人那些地产销售。所以这个特别好哈。知道了哈。所以非常好，我送你个礼物，因为你在马来西亚嘛，送你一个大富大贵的电饭煲。电饭煲，这是什么牌？Kind 电饭煲。非常的好用啊。感恩师傅，焖什么饭都香。真是。师傅再截个屏。好，截个屏。哎，师傅这一次可能我们要到英文平台去截屏了。英文平台哈。对，好的，英文平台截个屏。哎，好的。英文平台截屏了哈。那你得喊数哈。好。那这个好，1、2、3，截。截了。好了。好，存起来。好了，结了。好，那下面还有一位小网友来请教师傅他说顶礼叩拜最尊贵的师傅，弟子静怡非常开心的跟师傅分享一个好消息。我是在2023年6月份研究生即将毕业，就是今年6月份啊，马上要毕业了。刚好呢有个机会呢，学校校内招聘。我呢，成功的考上了教师的编制，成功的有了一份好工作，就是还没毕业呢，工作已经拿到手了。这份工作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出面试啊，就是10比1啊，10个人挑1个人，他一共是200多个人，一共选28个人，是这样，这是第一关。
第2关面试是2比1，就是28个人呢去竞争14个岗位。在这一次面试中，有非常多优秀、努力、比我基础好、准备时间也比我长的同学。我当时准备的时间只有4天左右，而且还感染了新冠，刚刚痊愈，身体还有一些不适，学习状态也不是很好。面对这么多优秀的同学，我并不是很有信心。我的妈妈为了我的学业、事业、财运，请了3才圆满香炉。香炉到家以后，感觉各方面都很顺利，也很圆满。得知我要参加面试，妈妈立刻决定为我点了7天的圆满祈福灯，而且我在面试的时候，口袋里还放着师父的吉祥卡。在面试准备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紧张，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紧张。在见到一屋子严肃的考官老师时，我也没有慌张。试讲环节没有一点卡顿，我相信一定是师父的加持护佑。我在面试的时候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博得了老师们的青睐，面试一举成功。回望过去，我总是在重要的时刻非常幸运。考研究生还有这一次招聘工作，我都是一次成功。我想我和其他努力的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大慈大悲的师父的护佑。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万事如意。我现在学业有成，工作也有了，希望有机会请师父帮我看看面相，指点一下我人生中的下一件大事，就是姻缘。感恩师父，顶礼叩拜恩师。所以这个孩子很聪明哈。是。哎，你看他这个事业已经顺了哈。哎。在众多竞争之中，他是以智慧中竞争而获得成功。真是。没毕业就找到了工作哈。你看留校当老师。这太好了，留校当老师啊。哎。在大学哈，是真的不简单哈。对，不容易。这非常优秀了啊。那其实呢，我们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被大学录取这个哈，我光看了他的照片啊，之后我说这个孩子很有福，你还记得吗？记得，很聪明，很有富贵的，哎啊，未来是个富人哈。是，对对对，非常好。是，对，这是有原因的。啊，所以就是你的能量的饱满性哈，还有你的这种智慧呀、福气呀，它有很多组成了一个优秀的人生的若干个点。对，就好比咱们曾经说过手上的五岳，对，五岳隆起哈，对，这个概念一个道理一样。是的，那他问的，我们简单说姻缘哈，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好事连连啊。所以我觉得喜欢你的人，就在不远处了啊。是哦。按照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红鸾星已经启动哈。红鸾星啊，红鸾星呢，其实就是说应该是，一颗吉星啊。紫微斗数之中的一个带有姻缘的吉星。容易造成姻缘、婚姻的吉祥的星君，已经向你走来了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遇到结婚的那个对象。哈，这也太幸运了，这孩子。对25岁的姑娘啊，学业、事业、婚姻啊，真是。但是我说了之后呢，你一定要静下来，也别激动，你要静静观察，你别选错了人哈。对，这个因为这个星已经启动了哈，所以不急。所以你第一步先把这个事业，有个适应期，好吧？要从心里的，从学生再去教别人的人，这个过程，这个适应期啊，至少有3年的哈。这个适应期去做好的。那么之后呢，这个也叫桃花运哈。红鸾星启动之后，那个帅哥就在附近溜达呢哈，他慢慢向你靠近。当一个人的这种能力会变成魅力。何况她自己长得也挺漂亮的，是的，对，长得是很美的一个姑娘哈，对，所以她自然会吸引异性的目光，对，再加上有能力有智慧的话，更吸引人哈，所以这个通常就是这样的，好事连在一起的哈，太好了，那给你的建议呢，还适当的运动一下，每天有运动半小时也可以哈，八卦健身操就特别适合，对，好，自己想办法运动吧哈，好，送你个礼物，
哇，希望你的人生更美好哈。送给你呢，哎，这个真的珍珠哈，真的这个珍珠做的这个小耳环哈，哇，真美。哎，对，让你人生更加光彩、美丽、圆满。收到，感恩师父。太好了，恭喜恭喜静怡。好，师父，那我们英文再来一个截屏吧。好吧。看看谁是幸运的得奖者呀？谁是幸运的得奖者？好，来，来，1、2、3，咔嚓。好，截了。截下来了。好。那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韩文平台哈。好。对。那我也跟网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我们大年除夕的时候就看到师父桌上有这个清朝的这个老茶壶啊哈。昨天师父也有讲这个壶的寓意，吉祥寓意。那其实我从我们这边看到它的这个正面还写了一个寿字嘛。对。它的反面也是寿字。长寿壶啊。对，这是给老人祝寿的壶。多好啊！对。那这个已经在我们慈悲音的大马专区，台湾慈悲音大马专区上架了哈。网友如果想去孝敬长辈的话，真是特别好的一个礼物。你去看一下，价格会让你心动的。这青花长寿壶哈，哎，清代的哈。100多，我也不知道，至少100多年。至少超过100多年。对。哇，太好了，感恩师父的宝贝呀。不客气。师父，那我们韩文平台。好，韩文平台，我们也截一屏。还有截一屏。准备好了。하나, 둘, 셋。好。那截屏你会用韩文说吗？哎呦，截屏我得跟我们韩国师兄学一学。好，那存下来了，已经存了哈。好，那再截一屏。再截一屏哈。好。好。再截一屏。하나, 둘, 셋。拿杜塞。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中文、英文、韩文平台得奖的这些名单都有了。师父要不要亲自来为他们挑选吉祥的礼物啊？好的。哇，这个幸福的时刻，初一能收到师父亲自选的礼物。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哈。对。得把那个截屏的先找出来哈。对，这个它存在什么相片里头了哈。是，对。好，就特别感恩师父，因为师父是看到他们网民那个网民嘛，就有他个人的信息感应，对，师父就会挑选最适合你的这一份礼物。好，这是我找到这个截屏哈。截屏上头的所有的人哈，都会有礼物。划的有字呢，你看这一弄它就动。这样可以是吧？好了，这样。哇，今天网友们昨天我们有讲哈，今天有一部 iPhone 14手机哦，还有慈悲音的各种的法宝哈，还有八宝灵珠。不知道是哪一位幸运的网友得到什么啊？来，好，第一位这老外坤，老外坤，好，他用拼音写的吉祥如意啊。好，那这一位来拿礼物过来啊。你是哪里的最好写上哈，我送礼的时候会更方便的选择哈。好，我送他一个大天珠啊。好，祝你如意吉祥哈，老外坤啊。恭喜恭喜。好，下一位呢是 Mary Tony。好，那这一位，这个呢？这些网友们都是比较早就上来的哈，早到早得。对，这上字儿都不是我写的了哈，好，兔星高照，兔星高照哈，好，送给你哈。
下一位是单莲，单莲，我们那个兔兔呢，立体的兔兔，哎，那个多好啊。好啊，一年幸福快乐哈。收到。感恩师傅。还有下一位，这叫什么呀？昨天有得奖哈，这位。素心又得奖了。素心哈，哇，太好了。昨天拿了个锅吧。哦。这是本地的哈。本地的小姑娘。太好了，太好了。那这次呢，我给她一个八宝灵珠哈。哎呀，太幸运了。身上佩戴的都有了哈。啊，真是。好的，下一位是龙涵俊。好像昨天也有吧？不是哪里的哈？新马的应该是。新马的哈。好，一个八宝珠。灵珠。收到，感恩师父。叫安妮啊。安妮章。这个蓝绿色这个珠，哎，好，这个送给你哈，如意吉祥。感恩师父。还有个这个叫抽抽吉祥，抽抽吉祥。这个金刚杵，金刚杵护佑你哈。收到。感恩师父。还有东塔，这个东塔，昨天也得了奖，也得了奖哈。对，真是好运连连。哎呦，他自己写的好运连连，你看。东塔，这个珠子，好，送你这个哈，月光菩萨，真是吉祥如意哈。好，第二瓶，这个就发完了啊，你找第二瓶，刚才存的。等一下，我们还给那个超级留言的这些网友们啊，还有好的礼品，不一样的，不一般的。莹慧啊，莹慧，把这个手机拿给我。这个是 iPhone 14，我们的热心网友哈。这也是赞助哈，是，买的这个送给我们的网友朋友的哈，哇，同泰祥有限公司，这是功德无量哈，那这个送给这个叫莹慧网友哈，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哪个国家都不知道哈，是，好，这个 iPhone 手机就是你的了啊，祝你用的欢喜，用的快乐，如意吉祥哈，收到，这个赞助人呢，他的公司叫。同泰祥有限公司哈，谢谢哈，功德无量哈，功德无量。希望你的公司呢能够蒸蒸日上，斗金，日进斗金啊，这个日日发财。真是太好了。下一位 ，Thomas， 也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哈，这个金刚杵，这个名字是男生哈。对，是。好，祝你吉祥哈。还有下一位，这个是带韩语的，那应该是在韩国。金怡凡。韩国的网友，给个啥？这个牛角珠，对，这个很漂亮哈。牛角玛瑙珠哈。好，祝福你哈，金一凡。MP 殊胜吉祥 ，MP 殊胜吉祥，也不知道人在哪。这个珠，对。好，这个珠子送给你哈，如意吉祥。收到。下一位是金娜，不知道人在哪哈。送你个天珠啊。大天珠啊，祝福你，保佑你啊！感恩师父。好，下一位是青木，新加坡，新加坡，那个丝巾，好，对。
梦幻家园丝巾啊，好，祝你吉祥哈。感恩师傅。下头是日本的哈，叫居其利日本的哈。日本的，也送给他那个丝巾吧。哦，好美的。好，梦幻家园丝巾哈，祝你吉祥。再最下面这位李倩倩哈，李倩倩也不是人在哪，人家名字是女生吧？对，同样送她这个丝巾，多美啊！真美。祝你如意吉祥哈。好嘞，师傅，这一瓶又圆满了。好，再来找哈。哇，这网友们多开心呢！都是师傅亲自挑选的礼物。对。就希望你能够吉祥顺意啊。收到。绿色的这一半看不见名字，那没办法哈。那这个彩纹，不知人在哪。好，八宝灵珠1颗啊，祝福你哈。感恩师傅。下面这个是信实温哥华的，天珠吧。这个镶银丝的天珠哈，送给你哈，祝你如意吉祥。收到。这个捐中，应该是本地的。本地的哈，本地的，送他一个大电锅吧。好啊，大电锅。Kin 的电饭煲。Kin 的电饭煲，煮啥都香。再拿那个小珠子来。对，就这个。哇，还加一颗珠子。这个也一起，就是那个 Kin 的电饭煲，再加一颗珠子，好吧？Kin 的电饭煲加一颗珠子哈，送给你，诸事吉祥哈。收到，师傅。好，下一位是谭奖，八宝灵珠，感恩师傅1颗。好，祝福你哈。这是老网友了。下一位是抽义，昨天有中奖哈，这个人哈，抽义又来一个，又来一次哈，这个吧，镶银丝的天珠哈，祝福你。这个叫啥呀 ？Alone 酒 ，Ion 酒，这名字就是新加坡的指明了。那个大百货店，好吧，新加坡的，来喝茶叶吧，对，好，一盒台湾老茶回去喝啊。最后一位叫生尊啊，本地的哈，好，本地的给他一个电水壶。加一个立体的兔宝宝哈，这2个一起的，对，电水壶，还有兔宝宝，这个电水壶的厂家叫 Kind， 好，这一瓶就送好了，是不是里头还有一瓶啊？还有。大安莫妮卡金达恩，多伦多的哦，这个直接写明地方了哈。八宝灵珠1颗，好，祝福你。感恩师傅。UKSO，应该是纽约的。哇哦，纽约的一个丝巾。梦幻家园，好，祝福你哈。米果云
米果云，一个提包，新海包包。新海包啊，其实这个包真的好用。新海包我设计的特别耐用，特别好用，特别方便哈。好，祝福你哈，米果云。节恩长，他这写的大马哈，大马。好，送给节恩长在大马一个大电饭煲。咱们 Ken 电器的大Ken 的电饭煲。他听不懂电饭煲就是。哇，这大盒子直接抱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大电饭煲哈。哇，好，恭喜。Lina。Mariana。啊，好 ，Lina。他肯定想要八宝灵珠。好，送你颗八宝灵珠哈。感恩师父。好，祝福你。再接下来是安柔，安柔是大马的，不知道。不知道，也有可能是香港，都不知道，台湾都有可能哈。好，一个丝巾，都可以拿就给我就行了，这丝巾都那么好看。梦幻家园。好，梦幻家园，祝福你啊，安柔哈。接下来是金般若，其实读的话也叫般若哈。般若。好，金般若。这个八宝灵珠，一颗，祝福你。Clara 胖。不知人在哪哈。好，听的丝巾哈。好，听的丝巾送给你哈，真的很美的哈。下面露着半个字儿哈，这看的是叫金光明，昨天好像有得过奖吧？金光明半个字儿应该看得出来哈，只要能看出来就给奖哈。好啊，金光明，给个啥呢？给你香，对，来管香。对，我们的香最棒了。我们的香哈，正好是沉香哈，送给你哈。红管，太好了。是中文平台估计已经送圆满了。我们还有。太吉祥了！大年初一得到师父亲自挑选的礼物。好。韩国的 Kim， 他写了名字 Kim。好，韩国的 Kim， 送他一盒东方美人茶哈。好，东方美人茶送给这个韩国的 Kim。下一位，这怎么读？新修令。新马的哈。好，一个丝巾好，还有金赞人，昨天这也获奖了。对，赞人。对，哎呀，都是我们老网友。真是好哈，又获奖了哈。今天不知道昨天给的啥呀？我送你个，这有这个耳环挺好的呀。特别漂亮的，好美啊！琉璃的金色琉璃的耳环哈，这个送给你哈。接下来是金旗江，台湾。这写了台湾哈。台湾。八宝灵珠吧。好，一颗八宝灵珠送给旗江哈。感恩师父。接下来是王秀莲，写的抽我。王秀莲。
这个都对。好，送你一个小珠子哈。收到。接下来这个是王凯迪是新加坡的这个师兄，上一次来领20万的订阅的时候的一家人过来的。哦，那个哈，哦，上次也中奖了。这次给他个啥呀？上次拿了 iPhone 啊。上次拿了 iPhone 的哈。对，谢谢提醒。啊，香。好啊，太吉祥了。沉香，沉香哈，正宗的沉香哈，太吉祥了。好，下一位是冯英冯，昨天也是他有得奖冯英冯啊，我有印象。哎呦，给啥呀？丝巾。好，还有下一位叫幸福的鱼。写点彩写点彩哈。幸福的鱼昨天有留言的，挺好。有留言哈。那个，对，64卦吧。64卦哎呀，其实64卦随身带是最好了哈。对。好，这个64卦送给幸福的鱼哈。他昨天有分享，健步如飞，跑得可快了，现在。好了。太好了。下一瓶哈，这个是曾蔼，这个是韩国的吧？当地的吧？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哈。昨天也得奖。昨天也得奖了。哇，这么厉害哈！真是。那电器你看拿个什么？电风扇，拿个电风扇，拿个大的。的电风扇原包装。对，让它顺风顺水一年顺顺利利太好了。好，下一位，艾琳陈怀，艾琳陈怀，应该是北美的。北美的哈。北美的话，是这个丝巾吧。好，梦幻家园。还有下面这位有意思，叫喵喵，喵喵。你起这么幼稚的名字，只能给你个可爱的东西。好，看，蓝色的宝石的哈，美美的。这里有一个叫开心的丫丫。开心的丫丫，很开心，真是开心他八宝灵珠。哇，更开心了。更开心了哈。好。这个是不是刚才有抽到过没有哈。怎么读 ？Claire Chang 好。那说不定在北美来，八宝灵珠。下一位。这个是刚才刚才已经抽了，对。好，这个莉莉玛，还有啥东西？龙龟，好，龙龟。龙龟呀，这都是吉祥聚财的哈，还长寿呢。哎呀，真是好。好，这位。虚能，虚能，好，师兄，好，师兄，那这个一个大的天珠哈，嵌银丝的天珠，下面就看不清是啥了，好的。师傅喝点水，喝茶。下面咱们换英文平台的刚刚存的截屏，到英文平台的啦。但是也是很多
中文的网友移民过去的哈，所以大家还是在期待着，看看有没有被点彩。今天获奖的网友，明天还是会有资格啊，说不定还会再获奖。这么好啊？对呀，可以连续上来抽。是的，我师傅最大方了，真是。新年送吉祥啊！好，这个怎么读呀？Irosen 3个8。888啊！我感恩师父的慈悲指导。这个看不出是哪里的来哈？看不出，没有写。看不出，看不出的话，天珠吧，那个大天珠啊。下一位呢，这个能看出来，多伦多的哈，昆普的，这么粗啊，这个线。多伦多爱师傅。昆普，我今天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好，丝巾，哎，这有个风水聚合呢，哎，对，风水聚合丝巾哈。美美的。这有个凤坤啊。新马可能是新加坡的多吧？对，凤坤。送他一个八宝灵珠和一个电热水壶。哇，感恩师父。凤坤这都挨着的。大林明晓。明晓。韩国的。明晓，这些改送个别的哈，风水聚合吧。风水聚合这个丝巾哈，送给你哈。这边就没有了，这边是重复的了哈。还有一瓶是吧？宋干，这是不是新加坡的？是。好，宋干。一个丝巾吧。好，金麦丝巾。哇，这个是绝版的了。绝版的了哈。对，收藏版了。收藏级的。收藏级的哈。对。还有一个昆豹，多伦多的哈，多伦多的八宝灵珠。你别离那么近，我的法人不好拿。好，一颗八宝灵珠。感恩师父。Jennifer， 这也看出来Jennifer。Jennifer。大马光。他没有多的选择了，这个。好像是大马吗？它是。好，一颗木质的念珠哈。太好了。凤勺。可能是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还有衣服，来，拿件衣服来，这个吧。金刚经。一件衣服，金刚经。感恩师父。CN，新加坡，他写明了新加坡哈。好啊。新加坡也来件衣服吧，红色菩提禅修，这多好。红色菩提禅修衫哈。这都绝版了哈。是。感恩师父。单梗。新加坡。这一瓶都是新加坡的。新加坡的医生。新加坡的医生哈。八卦腰带。八卦腰带，多走八卦。收到。这个是韩国的虚昌。
许昌，韩国的哈，许昌，来个丝巾吧，风水聚合，这个小晶晶，这是给小孩注册的哈，小晶晶，给小孩来个八宝灵珠哈，一颗八宝灵珠，感恩师父。这里最后一位是金马交，纽约的哈，八宝灵珠。哇，感恩师父，太吉祥。好，还有下面好像还有这底下还有一个呀。是谁呀？藏在下头。谁这么幸运呢 ？Jennifer On。这也不是哪里的啊？不知道。大马的哈，确定的。捐什么哈？好，行，好。电器吗？来个大电器哈，电风扇。King 的电风扇 ，King 的电风扇。我再送你一个哈，绿色琉璃的手串哈，真美。好，这2个。太好了，感恩师父。顺风顺水，吉祥如意呀。好的，好，那师父，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给那些超级留言的网友们？先还有韩文平台的，韩文平台还有呢。对，韩文平台还等着呢。我都忘了这些移民们了。好。韩文吧哈。这有个叫第一个看不懂这个韩文平台的哈。好，乌赞，来颗八宝灵珠哈。一颗八宝灵珠给乌赞。感恩师父。第2位是光娟，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哈。好。来个电水壶，一颗八宝灵珠，King 的电水壶加八宝灵珠啊，来 King 的电水壶，还有盾带，新加坡的哈，也移民到韩国了哈，哎呦，盾带，来个听丝巾。感恩师父。我们盒子都做的都很美哈，真是美。好，下一位是东塔，有过了，今天已经抽东塔有过了，今天有过了哈。对。哎呀，这东塔太厉害了。宣纸，八卦腰带。八卦天天走，活到99。八卦腰带，好。这还有个胖教练，自己写的胖教练也不知哪的。胖教练就完了。那个这个衣服吧，文殊美美的衣服。墨宝 T 恤，文殊菩萨。金如意，八宝灵珠。鞍山。八宝灵珠，鞍山和月。鞍山和月，金刚杵，金刚杵，好。感恩师父。还有一瓶吧。还有一瓶。金海伦啊。好，这也不知道在哪，就见啥给啥吧。香不一定收得到哈，这个真的不一定收得到。八宝灵珠，一颗八宝灵珠，还有这个叫全颂啊。应该是新加坡吧？全颂，新加坡的哈。新加坡的就拿件衣服吧。
这个金银树啊，金银树衣服，好美，净盼，不是哪里的，这个天珠，这又一个海伦啊，海伦章啊，绿色的那个，好，这个珠子给你哈，还有亮灸，澳大利亚啊，衣服吧，这个，澳大利亚好，衣服一件，好，祥云，不是哪里的？祥云好像昨天也得奖了吧？八宝莲珠，好运气呀！好，饺子啊！哎，你起这名字啊？饺子，好，八卦腰带。这个刚才有过了。有了，已经有了。是的，这两天已经收到了，就可以了哈。好了，那该那个超级留言的哈，对，好，那也请师父来挑选一下这些超级留言的名字。我呢，好，我请觉真来说一下哈。好的，金维养，恭喜这些人哈，金维养，宋禄，金爵杯，金红贡，邯郸金，腾彩圆满，这个叫扑宽提慧啊 ，Jeffrey 六 ，Susan Su。Jeffrey 六两个吗？金念恩、金和替、Kelly Ho、凤纯、齐 KT、MS、Frank Dim、KY 成、金圣贡、吉祥云、拉拉妈妈、詹铮、Margaret Lau。那个 Jeffrey 六有2次啊。就要这样哈，好，我们就是要这样，他就是特别幸运，应该是昨天和今天放在一起的啊，昨天直播和今天的直播给师父超级留言，我们挑选出来的幸运的网友们。好，那我呢给这24份吧哈，23位24份。因为有一个人名字重复了哈，对，那赠送呢，我收藏了10来年哈，但是总共这个茶叶17年，并且在马来西亚放了6、7年，所以它这个发酵的效果特别好。像我曾经拍了照放到网上去的那个茶叶，那我是请出来了三饼啊，对，那我今天呢会有分出24份，不是这一块哈，不是整块哈，我把它分开了哈，分24份呢，送给我们刚才超级留言的网友哈，因为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茶呢，它就是超级的养生，养生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我期望是叫延寿、长命百岁消灾灭难，一切病痛消失，来辟邪，这是我期望的哈。感恩师父，会送给这24位网友哈。好，感谢，感恩师父。好的，那我们明天呢还会继续哈，在直播中还是要请师父看面相，指导我们的未来，改变我们的今年的大运哈。
所以网友朋友们还有这个需求的，继续发到那个表格之中，把你的照片还有这个你的背景、你的问题的故事写得尽量的详细一点。对对对，还有明天呢，还等着大家呢来回复那位大全大全网友的那个问题那你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写到我的信箱来我觉得你的问题、你的见解非常好的呢，我也会送礼物给你好，太有幸了。好的，那明天直播的时间，明天你说一说。好的，是亚洲台北时间1月23号晚上7点钟，北美温哥华1月23号早上3点钟，大年初2，明天我们网上再见。对，明天的时间不是上午了是晚上7点钟开始，好吧？那今天我想我说了这么多了，我们发奖就占了快1个小时的时间是。咱明天是不是把这个发奖时间缩短一点呢？我们再想想办法。对，反正就是给大家送吉祥希望大家能得到大奖，又不拖延那么多时间好的，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吉祥如意，消灾灭难，全家幸福。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再见。因为有了
小的红点。